赛特是法国南部的一座滨海小镇，位于地中海沿岸，距离法国第8大城市蒙彼利埃仅33公里，搭火车30多分钟即可抵达。19世纪时，许多意大利移民来到这里，他们被繁荣的港口和丰富的渔业机会所吸引。这些移民将自己的生活方式、传统美食和节庆文化融入了这片土地，对赛特的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赛特，这座被称为地中海威尼斯的美丽小镇，不仅拥有迷人的运河，还是法国著名的美食天堂。今天我将带大家探索这里的传统美食，体验当地独特的地中海风味。Let's go！ 今天是法国的国定假日，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。没想到这边还有举办游行活动，还蛮热闹的。我现在来到赛特的美食聚集地赛特市场 Les Halles de Sète。听我后妈介绍，如果要吃当地的传统美食，一定要来这家市场吃。千万不要去路边的那种餐厅吃，因为那是给观光客吃的，价格偏贵，还不一定好吃。那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吧。红衣吧，喂，一进来就有赛特的传统美食铁了，我来吃看看吧。Je voudrais une tielle。喂拉提埃勒是赛特的经典派饼，融合了意大利风味，并深受西西里渔民的影响。它通常以章鱼、番茄、辣椒和香料为馅，包裹在酥脆的饼皮中，味道浓郁鲜美。虽然在意大利南部也能找到类似的章鱼派，但赛特的版本因其独特的制作方式和地中海风味，成为这座小镇的地方特色，堪称必尝美食。说真的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你看这周围的皮啊，看起来很厚，但其实它是酥脆口感的。然后中间这个皮啊，它是薄皮，吃起来很软。在里面的馅料，满满的墨鱼和番茄调味，整个搭起来就是绝配。如果以后你们有来赛特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道传统美食 Tielle de Sète。Oui, merci。来到赛特，绝对不能错过当地有名的新鲜生蚝。在这旁边有座泻湖 ，Étang de Thau， 以其丰富的海鲜闻名，尤其是牡蛎养殖。这座泻湖拥有清澈的水域和适合牡蛎生长的环境，因此成为法国南部最重要的牡蛎生产区之一。大家以后如果有来法国吃生蚝或海鲜拼盘的话，一定要看到这个拼盘中间会放这个奶油，还有柠檬，再来就是这个蛋黄酱。然后呢，我当初就以为说这整盘是这样搭配的吃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奶油跟生蚝一起搭配吃。直到前阵子，我和我后妈去隔壁的巴拉huy克吃生蚝，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搭配奶油一起吃，她就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说法国人不这样搭配的，那个奶油是搭配面包吃的。我很惊讶，我就告诉她，去年我到波尔多和马赛的时候都是这样搭配吃的。然后我后妈就在那边大笑说，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子吃。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来法国吃生蚝的话，千万不要把拼盘里面的奶油搭配着生蚝或海鲜一起吃，这样很奇怪。法国人听到他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也会大笑。吃生蚝啊，法国人都会拿着刀叉把它这边给它刮掉。
把这边刮掉，然后再沾柠檬，这样搭配一起吃。吃生蚝一定要搭配白酒。在欧洲，你会很常看到面包和奶油的搭配。如果你不喜欢奶油，你也可以单吃面包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面包很硬，又没什么味道，所以我通常都会配奶油一起吃。刚吃完铁鸭和生蚝后，想要散步消化一下。听说这山上的风景还不错，除了可以看到整座赛特港外，还可以远眺地中海的美景，所以我决定上去看一下。我们一发。我现在来到圣克莱尔山了，这上面的风景真的蛮美的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大家现在看到眼前这座水域啊，它不是地中海哦，这是一座泻湖。我刚刚吃的牡蛎就是来自这里的牡蛎养殖场。泻湖的右手边就是有名的赛特港，大家可以清晰看到2条运河贯穿其中，这2条运河连接着港口和地中海，使赛特成为一座水道纵横的城市。这些水道不仅增添了城市的美感，也让当地的交通和贸易更为便利。由于这种独特的水上城市景观和运河网路，赛特经常被称为地中海的威尼斯，带给游客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里既有南法的海港风情，又有像威尼斯一样的水道魅力，让赛特成为法国南部一个富有特色的旅游城市。赛特的右手边就是有名的地中海。听我朋友说，他去年在这里搭船到对面的阿尔及利亚，我觉得这经验还蛮酷的，我都不知道这里可以搭船到另一个国家。遇到查票员，在欧洲啊，他们进火车站和出火车站都没有像台湾有那种闸票口，所以你可以随意进出，即使你没有车票，你还是可以直接到车上。所以很多人会逃票，但我不建议你们来欧洲为了省这一点小钱去逃票，因为如果你们被抓到的话，就要罚一笔很大的金额。我确切金额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那个金额你可以坐好几次火车。说到欧洲交通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如果以后你们要来欧洲旅游，行程也都安排好了，那火车或巴士的车票一定要提前2到3周购买，不然会变得越来越贵。不是说便宜的车票没了哦，而是同样等级的座位会变得越来越贵。那如果有要来法国旅游的朋友，你们也可以把握法国火车每月第1周周末推出的折扣活动，车票只要1元起。以我今天从蒙彼利埃到 Sète 为例，平常车票要7欧，折扣期间只要1欧，整整差了7倍，你看有多划算。那今天的赛特之旅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